10月1号起，像我这样子的网络创作者、博主、带货主播以及是网约车司机、外卖骑手，总之是靠平台接单挣钱的群体，从2025年10月1号起，平台收入群体的个税将迎来一次重大的变化，包括抖音、知识星球、滴滴、美团等等都是要涉及到的。比如这里抖音后台收入被定义为这个是劳务报酬范围了。以前大家在平台后台的收入大多是按照按次预扣的方式来扣税的，平台每结算一笔就直接按单次收入算一次的税。问题是在于这种算法是没有考虑到全年总收入和各种扣除的。对于收入不算太高的人来说，往往是被多扣了税，只能等到第二年汇算清缴的时候再去退回来。而对于高收入的人群，可能是被少扣的，年底可能是需要补交一大笔的。从2025年10月1号起，国家要求所有互联网平台，比如抖音、快手、滴滴、美团等等，给平台从业人员结算收入的时候，要用累计预扣法来代扣个税了。举个例子，高小琴在抖音直播的收入是这样子的：10月收入是1万，11月收入是12000，12月收入是15000。在旧的政策下，10月他要付1600，11月要付1920，12月要付2400，合计预扣税是5920元。这里为什么要扣除20%呢？劳务报酬所得以收入减除20%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。在新政策之下变成了累计预扣，10月是90块钱，11月是138块钱，12月是210块钱，合计预扣税是438块钱。所以你看差别是非常大的。过去的互联网平台在税收上更像是一座座的孤岛，抖音不知道你在知识星球的收入，闪送也不关心你在美团跑了多少单，各个平台只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履行代扣义务，缺乏横向的联系。这就导致了两个直接的问题：一是信息割裂，对于普通创作者而言，即使全年收入并不是很高，也常常因为分散扣税而被多扣，直到次年汇算清缴的时候才拿回多缴的部分。第二是监管盲区，对于头部主播或者是多平台接单的群体，收入在不同平台之间被拆散了，税负被人为稀释，导致平时预扣不足，年底一次性补交税金是比较庞大的，甚至有人在利用碎片化避税的空间了。10月1号的新规正在改变这一切，不同的平台之间的数据将被归集到同一个纳税人的实名账户之下，不再允许各自为政了。无论是抖音的打赏、新浪的广告分成，还是滴滴的车费、美团的配送费等等，都会合并到统一的一个综合收入当中，再按照累计预扣的方法去计算个税了。这种改变的意义不仅是数字上的差别，它标志着个税征管逻辑的一个转型，从分散割裂再走向统一和透明，或者可以这么理解，金税四期让一切都透明化了。而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，直接的好处就是现金流更加通畅了嘛，钱能够更快的落袋为安了。对于高收入群体，则意味着避税的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。这个新规由于是跟我自己有关系的，所以做了一个攻略，顺便就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吧。再见。